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，男友小白突然给我打来电话。酱汁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游戏真的有效果，它定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我有点诧异，所以说它真的能让你的倒影消失？是的，真的很有趣，你试一试吗？可以把它当做这无聊夜晚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。在男友的不断怂恿下，我的好奇心也开始跃跃欲试。好吧，那我该怎么做？10分钟过后，我站在了浴室的镜子前，关掉灯，点燃一根蜡烛，将其放置在水槽周围的柜台上，然后询问男友：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现在拿起蜡烛，把它靠近你的胸口，看着镜子。于是我右手拿起蜡烛，左手拿着手机，看到手机里的男友正和我做着相同的动作。现在开始微笑，对着镜子微笑。接着我将蜡烛靠近我的下巴，尴尬了几秒之后，我的嘴唇张开，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。此时我能够听到外面北风呼啸，树枝不停地刮擦着我的窗户，这令我的内心不禁颤抖起来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我能够看到镜子中映出我脸的轮廓，他对着我咧着嘴微笑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分明看到倒影中的眼睛调皮地转向一边，可我却站在这里一动未动。我的倒影竟然独自行动了，这让我瞬间感到脊背发凉，总感觉有人在黑暗中监视着我。我赶忙闭上眼睛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大脑产生的幻觉。等我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，我睁开眼，瞧了一眼镜子，我的笑容瞬间消失了，但是镜子中的倒影却死死地盯着我，嘴唇依旧扭曲着微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看，它有效了！赶紧停止，小白，赶紧停止这个游戏！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停止这个。情急之下，我赶紧放下蜡烛，迅速把浴室的灯打开。当房间被照亮时，我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可看向镜子时，我有些傻眼。小白，真的起作用了，我的倒影消失了，现在镜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哈哈，我就说这真的有效，别担心，明天一早你的倒影就会回来。可是我仍然能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我的倒影，这东西只适用于镜子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这样认为。可是从没想过，因为一次拍照我差点丢了性命。我叫酱汁，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实习生。这天我正坐在咖啡厅里喝下午茶，突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到了我的面前，问我需不需要找工作。男子声称自己是名摄影师，看中了我的优质身材和外貌，问我想不想来他的公司做模特。我听完男子说的话，心里虽然高兴，但还是警惕性地拒绝了他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工作了。可当男子说只需要简单的拍一拍照片，1天就可以拿到3000块钱时，我承认我心动了，但我并没有当场答应男子，只是让他给我留了一张名片。回到家后，我便打电话与闺蜜说起了这件事。面对高额的薪资报酬，闺蜜十分赞成让我去试一试。可真的有这种好事吗？第2天，我就和闺蜜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，这是一处相对偏远的破旧小区。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，问是不是自己来错了地方。可下一秒，那个熟悉的摄影师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他解释道：别看这个地方破旧，可里面的设备非常齐全，并且这里也只是暂时的，因为现在公司业务扩展，正在计划搬迁。说完并盛情邀约我和闺蜜进去参观。几番话术下来，让我们2人放松了警惕。等到推开办公室的大门，发现里面果真设备齐全，摄影棚的摆放也十分的专业。女助理还热情地迎接我们，并贴心地鼓励我，拥有这么好的身材，一定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。接下来，我在摄影师的指导下，开启了各种姿势的拍照，即便我的身体僵硬，摄影师也会十分耐心地指导我。临走前，摄影师表示会将自己的照片发给各大传媒公司，如果一旦被选中，就等着拿高报酬吧。听完他的话，我和闺蜜都十分高兴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接到了摄影师打来的电话。你好，是酱汁同学对吗？你的照片被一家大型传媒公司选中了，现在过来签约吧。听完他的话，我的心里十分激动，甚至完全放松了警惕，并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闺蜜。闺蜜本想再次和我一起去的，可她的公司临时有事脱不开身，我便只能独自前往。可当我再次推开那家公司的大门，发现一切都变了，女助理和所有的设备全都不见了，而摄影师却迅速地反锁了房门，拿出一把尖刀，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你即将会以30万的价格卖到越南，成为那些资本家的玩物，并将遭到无情的折磨，这下你跑不了了。说着让我将手中的手机交了出来，我吓得浑身打颤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并以上厕所为由来到了卫生间。好在我衣服兜里还装了一部小手机，是为了防止另一部手机没电时备用的。
没想到这种情况下派上用场，我赶紧用这个手机报了警。不一会，警察叔叔就赶到了这里，这个人贩子摄影师被成功抓获，我也得到了解救。事后警察告诉我，这个摄影师只是他们团伙中的一个，而像我身上发生的这种故事仍在继续。我是一个恶搞博主，喜欢假扮成裂口女，然后去敲开别人家的房门，以此拍下这些路人受惊的样子。万圣节这天，我和闺蜜像往常一样出门拍摄，可是敲了许多户人家都没有开门。就在我们准备走向下一家时，突然在拐角处发现了一栋奇怪的房子，房屋看起来又旧又黑，窗户也被木板封住，看起来与恐怖电影里的房子非常像，让人背后发凉。我对闺蜜说道：要不然我们试一试这一家吧，这绝对是与之前不同的。闺蜜有些担心，可这座房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是的，但这就是为什么选这座房子的原因。如果能够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拍下开门人受到惊吓的样子，一定会很有趣，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观看。来吧，小美。于是在我的怂恿下，小美打开了录制。大家好，可以看到我身后背景中的房子有点令人毛骨悚然，非常适合在万圣节搞恶作剧。接下来我要戴上面具，去按下门铃，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随后我便轻轻按下这家的门铃，然后对着房门做出一个恐怖的表情。几秒钟过后，房门悄悄打开，可是并没有看见有人走出来，只是看到房门里面黑漆漆一片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接着房门哐的一声又自己关上了，这奇怪的一幕把小美吓了一跳。好奇怪，酱汁，我有些害怕。这么晚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好吧，稍等一下，等我录完结束语，我们就走。那你快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万圣节的特别视频。今天的录制很不顺利，最后一个房子的录制也很糟糕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人出门。酱汁，我看到有人站在门口。什么？听到小美的话，我立马转头往后看，可发现身后只有空落落的房子，根本没有人。小美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哪有什么人？可小美却是一脸疑惑地说道。但摄像机里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，她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。听到这，我再次往身后看去，可还是空无一人。小美，停止录制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。等等，他正在向你走来。小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别吓我。酱汁，他就在你身后。小美，你能别开玩笑了吗？我身后明明什么也没有，可是他刚刚就在你身后，奇怪，哪去了？家的猴子聪明似妖，不仅会做数学题，还会拜着讨钱，可一到半夜就会大声啼哭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马戏团的，可饲养的动物从来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猴子。我问我爸，马戏团就一种动物能赚钱吗？可我爸冷哼一声，你懂什么？咱家猴子可不一样，个个都有本事，聪明着呢。果然如我爸所说，每只猴子的特点都不一样，有的会做数学题，有的会给我爸讨钱，有的还会写毛笔字。每天晚上表演一开始，就会涌进大批的观众，我爸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猴子一到晚上就会发出阵阵啼哭。这天睡觉的时候，我被一阵沙哑间断的声音吵醒。好痒，帮我抓挠一下，我的脚趾头露出来了。我直直坐起身，发现那只独眼猴子就站在我的床边。它见我醒过来更兴奋了，大嘴张合着，快帮我挠一下。我吓得瞬间汗流浃背。爸爸，快来，猴子成精了，猴子会说话。听到我的呼喊，我爸迅速赶过来，一见到那只猴子，我爸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拎起那只猴子转身去了仓库。接着我隐约听到猴子的惨叫声和我爸的咒骂声。你还敢说话了？再乱跑试试，下次再不听话就和他一样。我有点好奇，他在窗户缝里偷看，不一会我爸就拎着一张猴皮出来了，我吓得浑身一颤，难道我爸真的把那只独眼猴给嘎了？过了几天，我爸外出出差，回来的时候竟然带了个小女孩。本来说是去收猴子的，半路遇上这么个可怜的孩子，一个人在街头流浪，我看着可怜就给带回来了。那小女孩叫彤彤，很会察言观色。叔叔，我不会白吃你家的饭，我会帮你赚钱的。我爸听后特别高兴，像是对彤彤特别满意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彤彤整天都和我爸待在屋子里，我爸专门找了老师教彤彤吹笛子。彤彤很聪明，1个月就学得像模像样，可我爸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奇怪。我听他喃喃自语，学吧，多学点，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本想着带着彤彤出去玩，可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我着急地问我爸，爸，彤彤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发现他。我爸怪笑一声，我把他送走了，有人领养他，那家人条件比我好，
不用担心他，别愣着了，快去给猴子喂饭。听到彤彤走了，我有些失望。可在给笼子里的猴子喂食时，却发现那只独眼的猴子又出现了。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似乎比之前变得温顺了许多。到了晚上，马戏团表演准时开始。我发现那只独眼猴不再像之前那样表演写毛笔字，竟然开始吹起笛子来。台下的观众都在拍手叫好，而我的冷汗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因为独眼猴吹的曲调是彤彤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几乎笃定独眼猴是彤彤变的，是我爸把它变成了猴子。等到表演结束后，我偷偷跑到关猴子的仓库，冲着独眼猴小声说道：“彤彤是你吗？”而独眼猴睁大眼睛，轻轻点头，似乎默认了。我问彤彤：“你是被我爸逼迫的吗？想不想出去？”没想到等我问完，笼子里被关押的所有猴子都凑了过来，像是在恳求我救他们出去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我爸说我家的猴子与众不同，原来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反应过来的我刚要用钥匙打开牢笼，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猴子们吓得后退几步。那道黑影正是我的父亲，他恶狠狠地冲着我说：“酱汁，我们家的秘密竟然被你发现了，你可要保守这个秘密啊！”我吓得浑身颤抖，只好妥协地答应：“爸爸，我会的。”可我爸却阴森森地笑道：“我怎么有点不信呢？”接着我被打晕过去。等到第二天晚上马戏团表演开始时，舞台上又多了一只猴子。睡前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。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谁知就在我开门的前一秒，我的手机忽然疯狂震动起来。小区业主群里刷过一片消息，小区已经关门了，你们没有点外卖，不要出声，不要开门。我愣住，与此同时传来哐哐的砸门声。门外的人不死心地继续说：“你好，开门接下外卖，接外卖啊！开门，给我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”大半夜万籁俱寂，只有这个外卖员的大吼回荡在楼道里，格外可怖。我顿时浑身发凉，大气不敢出。我住的是老旧小区，只有6层楼的那种，小区大门只有一个保安，每天晚上11点半，保安都会锁门，而现在已经快12点了，所以这个外卖员是假的。我突然想起业主群里的消息，不可以出声，可是外卖员在撞门，怎么办？叮咚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我怕外卖员听到，赶紧捂着手机跑回卧室。业主群里又有了新消息，如果有人想破门，不要理他，撑过12点，他会自行离开。发消息的账号是个初始的灰色头像，群昵称是数字7，点进他的朋友圈也是干干净净，像个刚注册的新号。在搬来的这半个月里，我还是第一次在业主群里看到这个7，这一切实在太奇怪。随着7发言结束，有业主在群里发问：301，七你是谁？你为啥叫我们不要出声？402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叫外卖？603，救命！我点了夜宵，显示骑手已经到楼下了。我颤抖着手，也想打句话，然而下一秒7又出现了，他在群里发了个微笑的表情，然后说：“我说了，撑过12点就能活命。”业主群安静了。7的话仿佛有魔力，亦或说细思极恐。不知不觉，墙上的挂钟指到了12点，门外的声音渐渐小了。那个奇怪的外卖员似乎已经走了。确认没事之后，我哆哆嗦嗦地给男友发信息：“余华，我遇到了很吓人的东西。”不到1秒，男友就回我：“怎么了，小将？”看着这5个字，我没来由地感到些不对劲。可是我没时间细想了，我憋着一口气，想一股脑把刚才遇见的事都跟他讲。可7又在业主群发了2条信息：见到太阳前不要给任何熟人讲小区的事情，当然如果你想被抹除，可以无视这条规则。我吓得赶紧从男友的聊天框里退了出来，忽然觉得不保险，又赶紧将刚才那条消息撤了回来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似乎已经把7的话当成了唯一的真理，我听他的话不敢违背他，很奇怪，可又无法抗拒。我心底忽然阵阵发虚，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死循环。这时余华又给我发了消息：“小将，你怎么了？我现在过来找你。”小将，我出门了。我心口揪痛。余华从来不叫我小象，他冷淡少言，而且我从来没跟余华说过我现在住的地方，他怎么可能过来？所以手机那边的人是谁？我不寒而栗。7又出现了，7又补充了一条：太阳升起前不可以有任何人进出小区，想活的业主不要违反我的话哦。与此同时，余华的聊天框不住地弹出新消息：我来了，我真的过来了，小将你开门啊！果不其然，很快就响起一阵敲门声，急促且迅捷，带动我的心砰砰跳着。不可以开门，门外的人绝不是余华。眼见聊天框里的消息越刷越多，我没来由的焦躁起来。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些什么，可是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躲开他？随后我忽然头脑一热，飞快拉黑了余华的微信。果然敲门声停止了，我满头大汗，几乎虚脱。这就是成功了吧？
业主群里又有人发消息，603，怎么办？那个送外卖的还没走，不是已经过了12点了吗？为什么？他开始疯狂艾特妻，可妻再也没有发过新消息。603，救我！他就像一尾濒死的鱼，拼命蹦跶着，祈求路人救他。可很快603也不说话了。群里有人问402，603你人呢？301，他估计没了。群内陷入死寂。窗外忽然传来一声高亢的惨叫，伴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住的也是5号楼，不过我是1楼。这么大的声音，是什么东西掉了？人吗？妻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是俯视的角度，拍的正是我窗外的603。603出局，收集进度1/7。而后他开启了全员禁言。我怔怔地看着手机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收集进度？难道是妻抹除的603？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，而是鬼屋？1周前，我带着女儿在我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房子宽敞干净，离单位也近，最关键房租还很便宜。房东是一个30岁上下的漂亮女人，跟她同住的是她的母亲。房间里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添置，但只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不能往墙上钉钉子，我们的房子一直保养得很好，我妈妈不喜欢墙上有洞；第二，不要寄快递到这个地址，我妈妈喜欢偷拆租户的快递，若是丢了东西，概不负责。我一愣，忙说一定保证遵守约定规则。可我住进来当天晚上就遇到一件怪事，女儿总说房间有味道。妈妈，臭臭，开窗。我想着也许是太久没人住了，有霉菌什么的发臭，而我有鼻炎，也闻不出味道。为了女儿，只好一整晚都开着窗。到了半夜，我女儿突然惊醒，妈妈，我听到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感觉有点诧异，妈妈没听到啊？宝贝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妈妈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安慰。好了，妈妈知道了，宝贝不怕，妈妈在。后半夜，我一直把女儿抱在我的怀里。其实我也感觉出来这房子有些奇怪，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总觉得床在随着地面起伏，像极了什么在呼吸。早上一开门，我竟发现一串水脚印出现在我的房门口。直觉告诉我，事情并不简单。等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到公司才想起来做的计划书没带，只好请了假跑回去拿。就在我拿了材料要走的时候，房东老太太走出来，阴恻恻地看着我。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阿姨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你女儿在吗？我正想找她问点事。她不是我女儿。老太太打断了我。如果我说她是我妈妈呢？我被吓到了，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。若是如此，我和牙牙得考虑搬家了。但这个房子是半年起租，押3付3，租这个房子几乎花掉了我大部分积蓄。如果我提前退租，刚付的3个月房租是不退的，想想就肉疼。正在我纠结之际，我被一个算命的老道拦住了。老道挂了个算无一策的牌子。姑娘要不要算一卦？我一想最近我和牙牙都睡不安稳，那就算一卦吧。老道大呼不妙。下震上坎，易卦相叠，震为雷，坎为易，雷雨交加，险象丛生，环境恶劣啊！你身上有一股儿血腥味儿，住的地方不太平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便问怎么个不太平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？不是房子是什么？房东是不是不让你往墙上钉钉子？我点点头。你今晚回去钉1颗钉子就知道了。老道又给了我2张符纸，记住，钉完之后把这2张符纸贴在身上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出声。到了晚上，女儿睡着之后，我拿出符纸，分别贴在我和女儿身上，然后拿起锤子和钉子，用力钉进墙壁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房东从来不让在墙上钉钉子，而我却听了老道的话，将1颗钉子钉了上去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墙壁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妈妈！这时女儿醒了，我示意她不要出声，然后抱起女儿飞奔出房门，却看到房东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，你做什么啊？房东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和牙牙。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闻言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怀中，不由得头皮一麻。我怀里还真的是枕头，女儿不见了。我转身冲进房间，房间里空空如也。都怪我，我应该早些离开的，也不该听瞎道士的去拿钉子钉什么墙壁，我应该直接搬走。这房子是不是房子，是什么东西跟我无关，我只要我的女儿。房东摘下我身上的符纸。江之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个是迷魂符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这时天已放亮，我抬起头看着房间内的一切，墙上的黑影不见了，就连锤子和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牙牙光着脚站在床边，哭着叫妈妈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江之，你知道我这里的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
这几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，而我家是仅剩的钉子户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赶走我的租客，切断我和我母亲的经济来源。我母亲还被刺激出了精神病。江之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，给你符纸的人不可信。房东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怪自己轻信那个瞎道士，弄了个迷魂符把自己吓个半死。第二天下班路上再次遇到了那个老道，我一看到那个道士便气不打一处来，不料我还未开口，他便大惊失色道：你的孩子丢了。我冷笑道：我女儿好好在幼儿园呢，你别骗人了。我掏出他给的符纸扔在地上，他脸色苍白，喃喃自语：好厉害的煞气，这符纸被他毁了。装，接着装，开发商到底给你多少钱让你装神弄鬼？什么？瞎道士一脸疑惑。你呀，小心你的房东啊，尽早搬出来吧，不能搭进去个女儿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你若是不信，就试试他说的第2条禁忌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离开了。傍晚接了女儿回家，我发现这孩子话变得特别少。宝贝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给妈妈说说。女儿依旧不出声。我想着孩子会不会昨晚被吓到了，便说：宝贝若是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等明天妈妈找老板预支一下工资，带你重新租个房子好不好？不好。女儿突然开了口：我不要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我一愣，牙牙这个态度我完全没想到。我想起今天瞎老道说我女儿丢了的话，一股凉意自脚跟直冲脑门。若眼前的人不是我的女儿，那会是谁？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了老道说的第2条禁忌，我咬了咬牙，便买了一个次日达的生活用品，写了房东当初发给我的地址。天一亮，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没有一点心思去上班了。突然快递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您好，您的送货地址好像不对。我屏住呼吸问：怎么不对？这个地址不存在，爱子街只有1到139号，没有140号。定位显示这里是一片荒地。一名长相漂亮、身材又好的女生做邻居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隔壁的女生真的很奇怪，每天晚上11点出门，早上7点准时回来。刚开始我以为她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职业，直到我发现了她背后惊人的秘密。因为我下班比较晚，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电梯里和她偶遇。她正好去上班，而我正巧回家。可让我惊奇的是，这个女生每次见到我都会露出迷人的笑容。内心极度自恋的我还以为她是对我有意思，于是我就每天期待着和她偶遇。这天我因为加班的缘故，回家的时候已经11点30分了，刚好错过与那个女生碰面的时间。可当经过女生家门的时候，竟发现她的房门正好有一道缝隙，估计是女生走得太急忘记锁门了。本来还沮丧的我顿时起了坏心思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她的房门，然后走进了女生的家里。她的房间里充满了一种玫瑰香和腐臭的混合味道，房间里的摆设却十分整齐。我悄悄走到里面，看到一个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大床，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，当时就爬了上去，不停地在床上翻滚。然后我又走进卫生间，看见洗漱台上摆满了女生的化妆品，洗衣机旁边还有她的几件贴身衣物。我刚要伸手去拿，此时房门响了，是有人开锁的声音。奇怪，难道是女生这个时间点回来了吗？我赶紧跑出卫生间，然后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床底下。房门打开后，我看见那个女生走了进来，我内心祈祷着她发现不了我。可女生一眼便看到了被我弄乱的床单，然而她并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，只是轻声喊道：亲爱的，是你吗？见久久没有回话，女生便脱掉衣服走进了卫生间。不一会，卫生间里传来了淋浴的声音。借着淋浴声的掩护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正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时，我心中竟有了一丝犹豫，伸手想去拉开卫生间的门。然而下一秒，卫生间门突然被女生打开，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一时间又尴尬又害怕，也不该说什么好。与此同时，房门也被人打开，走进来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。我吓得后退几步，却不小心碰到了一旁的柜子，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掉了出来。仔细一看，竟是一个男人的轮廓。通过2人的谈话，我这才意识到他们竟然是一对变态嘎人魔。没想到我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此时那个长相凶恶的男人拿出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走来，而女生也似乎见怪不怪了。这下我无处可逃了。千万不要打印自己的黑白照片，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可怕的事。我是一个人独居，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我打印一张我的黑白照片，当做遗照挂在客厅的正中。而这样一来，如果家里遭小偷的话，那么他第一眼就会看得见我的遗照，第二眼就会看见我，这样小偷便以为自己见到了鬼，吓得慌忙逃窜。可就在我打印遗照后的没几天，我家里真遭贼了。深夜12点左右，我还没有睡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。我起初没在意，但响声没有停止，反而越来越大。听声音像是在撬门，撬的好像还是我家的门，该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吧？
我有些激动，并非恐惧，而是兴奋，随手拿起了放在卧室里面的棒球棍，而后推开卧室的门，悄悄走到客厅里。客厅里面没有开灯，一片黑洞洞的，我在黑暗里面等待。终于叮当一声，门被撬开了，那个小偷走了进来。他戴着口罩，头上还顶着一个头灯，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因为我的遗照是摆在正对客厅大门的地方，所以果不其然的，头灯的光束照到了我的遗照上。小偷见了后低声骂了一句：“真晦气，一进门就遇到死人。”小偷骂完，一扭头看见了躲在黑暗之中的我，昏暗的灯光勾勒出我的面孔。起初他没反应过来，还愣了几秒，但随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转头重新看向我的遗照。在接下来的几秒钟，他的视线在我和我的遗照之间徘徊着。他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伸出手指，颤颤巍巍地指着我：“你！”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好像又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到此处，我才悠悠地开口：“你能看见我？”鬼啊！小偷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，因为太过于慌乱，又是在黑暗中，他跑错地方，一不小心撞到墙上去了，撞得还不轻，整个人昏死过去，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有些措手不及，也有些可惜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球棒，看着晕死在地上的小偷，我一时间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，是直接把他给丢出去，还是打电话通知警察？可通知警察解释起来好像很麻烦。正思索着，却听身后传来声音：“你把自己的遗照放在家里，就不觉得会很忌讳吗？”有什么忌讳？反正这就是几十年以后死掉的我而已，这叫合理利用自我。难不成他还能害我？我随口回道。下一秒，我反应过来不对劲了，我是独居，按理来说，现在这个房子里只有2个人，我和那个小偷。可小偷现在已经昏死过去了，那又是谁在我身后问我问题？我缓慢转动脑袋向身后看去，我的遗照他在对我笑，还向我打招呼了。你能看见我吗？鬼啊！千万不要在酒店安装针孔摄像头，因为你极有可能拍到可怕的事。起初我为了寻求刺激，就在自己的酒店里埋设了许多针孔摄像头。今天正巧来了一对情侣，那小女友肤白貌美，第一眼我就被迷上了。于是我感慨地点开监视器，期待着好看的画面。可下一秒，我的笑容就僵住了。屏幕里的男人表情诡异，从厕所里拖出一个人，他胸口上插着一把刀，血液近乎染红了他的整个上半身，而那张惨白的脸更加让我汗毛竖立。这个人竟是我自己，什么情况？我冷汗直冒，既疑惑又惊恐地盯着监控里的画面。我这不是好端端地站在这吗？可那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死人又是谁呢？眼看的男人找来了斧头，准备下一步行动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迎接我的只有一连串没有尽头的忙音。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呢？我心惊胆战地放下手机，去厨房拿了把刀，走出了房门，带着疑惑恐惧，悄悄地来到了302的房门口。我慢慢侧过头，把耳朵抵在门前，屏住呼吸，却没听到一点动静。我又往前迈了一步，干脆把脸贴在门上，没想到门竟然被我直接推开。我打了个哆嗦，刚想掉头就跑，却离奇发现302房间里竟空无一人，地上也没有任何血迹。有人吗？我抖着胆子喊了一句，好奇怪，难道监控是假的？我轻手轻脚地缓缓迈进屋子，房间里安静无人，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耳边听到了淋浴声，正是一侧的卫生间里传来的。我缓缓推开厕所门，竟看到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吓了一跳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与门缝后的眼睛对视了10几秒，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，耳畔的淋浴声与浓重的血腥味萦绕在房间里。我举起刀慢慢靠近，赫然看见一个女孩坐在地上，花洒喷下的冷水淋湿她的全身。这女孩是那男人的女朋友。我愣了几秒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她早已经失去了生命。我尖叫一声，回头就往门外冲，晃的感觉肩后伸出一只手，狠狠地勒在我脖子上。我惊恐地比划着手里的刀反抗，可手臂突然被一股力量控制，刀尖无法自控地插在了自己的胸口上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抬起手臂，却动弹不得。不一会我就瘫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我猛地抽搐一下，正巧对上那张诡异的脸。男人咧着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接着我的身体被一点点拖出了厕所。在彻底闭上双眼的前一秒，我才发觉此刻插在胸口上的这把刀，就是我之前在监控器里看到的那把。接着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再睁开眼，自己竟再次端坐在监控屏幕面前。我还活着，可监控里出现的熟悉一幕让我眉头紧锁。画面中男人正在将我从厕所里往外拖，这不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吗？仔细看屏幕右下角，我这才发现显示的居然是10分钟之后的时间。我缩回到椅子里，大口呼吸，尽快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个监控似乎显示的是1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刚刚他成功预告了我的死亡，如果我这次选择不出门，不就不会死了？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去302了，但那女孩肯定已经被杀了。等再过10分钟，我就去最近的警察局报警，把那变态抓了。这么想着，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有些异样，面前的监控画面不知何时改变了，
本应躺在地上的我消失了，那个凶手也不见了。不对，怎么好像连场景都变了？仔细一看，我头发根都立起来了。这无比熟悉的摆设，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？此时画面边缘露出了半张脸，表情扭曲而痛苦，那正是我自己的脸。踉跄几步后，监控中的我咚地倒在了地上，怎么又死了？我猛地跑向门口，将房门反锁，眼睛紧盯着猫眼之外的走廊。按照监控显示的，凶手现在应该已经上楼来找我了，只要把他堵在门外，我就能活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，我大气不敢出，死死注视着门外，看了一眼钟表，已经过去9分钟了，离死期还有1分钟。不对呀，按照预告，我应该已经和凶手遭遇了呀，但是他现在都还没上楼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难道监控有错，或者我已经成功改写死局了？突然，我猛地意识到另一个极为恐怖的可能。我僵硬地缓缓回过头，看见面前的床下慢慢伸出2只手。那男人从床下迅速爬出来，他握着一把工具锤。我猛吸一口冷气，慌忙转头拧动把手，刚把门推开一条缝，耳侧就冒出一声闷响，瞬间感觉天旋地转。我手掌扶着额头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接着颓然趴倒在地。我唰地从桌上弹起来，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监控显示器，眩晕与疼痛源源不断的自颅顶传来。我竟再次回到了10分钟前。